日前，越南领导人苏林访华，在北京与我国元首举行了正式会谈。用一些网友的话来讲，这是在美国没讨上饭，又跑来求中国了。这话听着虽然难听，不过话糙理不糙。但是今天呢，我们先放下前段时间越南和美国的眉来眼去，来看看这次苏林访华的成果。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价的话，过去中国和越南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绝对称不上一句同志。因为越南30多年来的政治走向都是靠近美国的，但这一次中越之间的同志关系终于可以确定了。其实这次苏林访华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在美国热脸贴了冷屁股，而是目前越南内部的问题太大，而且问题随时可能引爆，导致越南出现重大变故，甚至有亡国的风险。苏联现在刚刚上台，还没有坐稳中央和地位，其实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矛盾。尤其是越南的军方对北方系的苏联政府非常不满意，甚至随时可能造反。越南一开始分为南北2个政治派系，越南军方和南方系是穿一条裤子的，而且都极度亲美，靠着美国亚太平衡政策得到了不少红利，而且把持着越南的金融和外贸。而在阮富仲时期，北方系建立了公安部，把南方系给清算了，同时用公安部来压制军方。所以现在苏林上台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越南军方的改革，把权力收拢，将军方这个不稳定因素给彻底拔除掉。对此，越南军方肯定是不会坐以待毙的。越南军方具有非常强烈的独走性质，而且现在也有充足的动机去独走，去反对政府。因此，为了反抗苏林政府的介入和改革，越南军方很有可能会铤而走险，主动挑起一场冲突来架空北方系的公安部。并且现在越南军方就有一个现成的冲突引线，那就是越柬边境冲突。越南军方很有可能会借机与柬埔寨在边境爆发冲突。当然了，越南军方肯定是打不赢的。越南的武器装备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而柬埔寨几乎是成建制的中式装备，越南军方没法打。所以如果这一冲突爆发，苏林政府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另外一个可能，越南军方不挑起边境冲突，而是选择反对苏林政府。越南是社会主义政权，但越南军方可从不遵从社会主义原则，基本都是美西方的买办，而这就会导致越南这个社会主义政权的亡国。总之，听到这，大家应该就能明白越南内部到底面临多大的问题了。而苏林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访华，就是为了这一问题来的。苏林政府必须得到来自域外大倭中国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才能保证国内局势不会往最坏情况发展。而这次访问，苏林再次在北京说出了中国始终是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事项。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表态，也是越南在中南半岛上未来发展方向的表态。不光是因为目前越南的内部问题，更是因为中国在中南半岛的战略布局。不夸张地讲，如果这次苏林选错了，那100年之内越南恐怕都没办法翻身了。另外一边，新加坡现在是真的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据环球时报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18日，新任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发表了任内首个国境群众大会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出了当前的3大挑战，分别是地缘政治、科技冲击、气候变化。黄循财警告说，美中紧张局势升级将对新加坡经济和整个地区产生冲击。根据环球时报转引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在演说中，黄循财表示，新加坡将在充满未知的环境中书写下一篇章，有不可控的强大势力正在改变大环境。黄循财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波动和对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彷徨，但他也体现出了华人那种镇定和智慧。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他为什么说这番话？他说这番话后又会如何引导新加坡
去做调整呢？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东南亚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东盟主要国家印尼在佐科两届政府中全部没有跟着美国的节奏走。新当选总统土拉伯沃因为有一点前科，曾被中国社交媒体上质疑，结果人家当选10天时间就到北京访问，这拜码头的态度是可以的。这也意味着印尼不太可能在未来挑衅中国。越南我们也看到了，苏林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访华，双方谈的是双方关系和深化合作。中越关系未来预期是明确的，哪怕双方有些地方彼此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但不影响大局。柬埔寨方面就不用说了，多少年了，洪森政府都是中国的铁杆，美国根本插不进去。泰国方面就在刚刚，泰国总理又换成了他信的女儿，这意味着他信家族与泰国王室军方达成了妥协，未来泰国只要发展好经济，与中国合作好，泰国就能获得很大的利益。经济发展好了，王室和军方利益得到保证，那么泰国政治就会稳定。所以接下来泰国新任总理佩通坦将会大力发展对华关系。老挝方面就不用说了，中老铁路通了以后，经济上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经济增速正在向疫情以前恢复。马来西亚就不用说了，其政府总理安瓦尔不是一次批评美国了，政治上完全站在中国一边。缅甸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战乱，军政府岌岌可危，如果不是中国还愿意稳定缅甸局势，否则美国那边出手，缅甸军政府早就没了。缅甸没办法，这样的格局只能依赖中国，未来只能越来越听取中国的意见。文莱也没啥说的，和中国关系好的不得了，很多基础设施都是中国捐赠的。蒙剩下的2个国家，菲律宾和新加坡，菲律宾小马可斯政府完全是受制于美国，不断挑衅中国的结果就是失去机会，但它并不能从挑衅中获得任何好处。菲律宾未来的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大。至于新加坡，依然维持了弃强状态，但问题是，现在继续骑强的结果是会失去机会。毕竟东盟国家基本上都导向与中国深化合作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的合作。那么新加坡呢？留给新加坡政府思考的时间其实不多了。所以才有了黄循财，有不可控的强大势力正在改变大环境。这个强大势力，它表面上说是中美的博弈，但实际上客观上就是中国。因为中国不够强大的时候，就只有美国一方的势力。新加坡两头吃很爽，现在是两头吃，有些吃力了，所以才会那么说。地缘格局在剧烈变化，绝大部分东盟国家都已经开始调整了。新加坡虽然也有调整，但只是从站在美国一边到骑强状态，并没有真正站在中国一边。对此坦率说也能理解，毕竟过去半个多世纪都是靠东西方两头吃来获利的，新加坡也因此受益匪浅。现在让新加坡放弃，这真的像割肉一样。然而问题在于，当其他邻国都大幅调整之后，新加坡不跟着调整，那其原来的优势就必然会丧失殆尽。这里我们可以随便推导一下，新加坡为啥能两头吃？最重要的就是扼守马六甲海峡，美军在新加坡有军事基地，说白了，新加坡就是利用自己在美国那边的战略地位，从而在东方扮演一种买办角色。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遏制打压中国，新加坡跟着美国遏制打压中国，就会遭到中国的反制，也会失去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反之，如果他完全什么都不做，在美国那里又会失势。虽然美国能给新加坡的越来越少，但现在让新加坡完全放弃美国倒向中国，至少他们心态上还是无法接受。然而如果不做的后果是什么呢？现在柬埔寨德冲除南运河开挖了几年就会挖通，一旦挖通了，把湄公河再疏通，这条河就会成为运力很强的河流，用河运从中国到柬埔寨港口，那中国出口商品成本就会下降很多。另外，随着中老铁路向泰国延伸以及向马来西亚延伸，中国铁路与越南铁路连通，
中国货物通过河印铁路运输会通过这些国家的港口向外输送和接受货物。那么当这些地方都做起来了，转口贸易，主要靠转口贸易维持经济发展的新加坡又该如何自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新加坡的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例为 311%。 换句话说，如果转口贸易的生意丢了，作为城市国家的弹丸之地，未来新加坡前景暗淡。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访华，这是苏林任职以来的首访，也让外界对中越双边合作期待颇多，特别是中越铁路互联互通项目，都在猜测是否会有更多新进展。而在这之前，中国和柬埔寨共同合作修建的德崇福南运河项目开工，让越南深感担忧。就在苏林访华前2天，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Tier 第9次外长会在泰国清迈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6国一致认为，要共同构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考虑到最近该地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此次会议向外界释放强烈信号，即中国与邻国既可以确保本地区的稳定，也有能力谋求更高水平的发展。其实早在此次会议之前，各方很是关注澜湄流域内相关国家的动向，不少人担心该地区可能发生新的动荡。例如，缅甸的政府军和民地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东盟也无力用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局势很危急。越南最高领导人阮富仲去世，不少党政要人去职，原国安部长苏林很快继任总书记一职。泰国也在进行选举，并在6方外长会议结束之际选出了年轻的新总理。中方宣布和柬埔寨共同开挖一条连接湄公河和泰国湾的运河，同期越方在越柬边境举行军演等等。从该地区国家与区域外国家的联系来看，越南的变化最为引人关注。美国总统拜登于去年9月访问越南，将美越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越南外交层当中最高的一个层级。去年12日，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宣布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今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朝鲜之后，也访问了越南。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短短不到1年时间，世界3大强国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一个中等国家，这是非常罕见的事儿。今年6月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柬埔寨，与柬埔寨新老领导人会晤，7月下旬至8月上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亚洲，相继访问越南、柬埔寨、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蒙古等6国。8月18日至20日，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访问中国，这是他担任总书记一职之后首次出访。对不少国际观察家而言，大国争夺东南亚的势头正在上升。在此背景下，澜湄外长会宣布共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应该说是关键时期发出的关键信号，不仅有力打击了域外势力对本区域合作进程的干扰，同时也是对相关国家继续确认区域内合作与国家利益关系的一次重要会议。内政变化往往是国内国际势力交错的结果，在内政发生变化的时候，各方势力借机改变既往的发展战略，特别是改变外交战略。对于澜湄合作各方而言，既有的安排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未来各方仍应该继续完善，而不是变更这一合作进程，从无政府状态迈向澜湄合作机制。湄公河在中国境内称之为澜沧江下游，叫做湄公河。从世界范围来看，湄公河不是水流，流经国家最多的一条河流，但它确实有其独特性。世界上流经国家多的大河中，我们听得比较多的是多瑙河，流经10个欧洲国家，还有像非洲的尼罗河和刚果河，流经的国家数量也超过湄公河。从降水量来讲，湄公河也不在世界前10名。
雨量最大的是南美的亚马逊河，但湄公河的最大特色是上下游落差比较大。上游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海拔超过4000米，适合建多种类型的水电站。从湄公河经过的流域面积分布看，最大的其实是老挝，多达20万平方公里，最小的是缅甸，大约是2万平方公里。湄公河流经越南的流域面积也不大，不到7平方公里，但由于是出海口，占据着航运的有利地形。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曾发生过越南短期封锁出海口的事件。湄公河流域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同时身处印度和中国2大文明交接地带，文化交融十分明显，但也有若干国家处于边缘地带，长期与世界的中心失之交臂。从人类文明史上看，河流是文明诞生的重要基础，但河流的流向，特别是下游流向大海的部分也容易变道，这种变道以及水源的变化对该地区的国家建设有很大影响。众所周知的柬埔寨名胜吴哥窟，历史上是王国的首都，但因为缺水而消亡。如果去看这些国家的国家博物馆，就会发现历史上的边界和今天的边界变化极大，非常复杂。例如柬埔寨的国家博物馆在叙述其国家历史时，就包括现在越南和泰国的部分领土。2战结束后，缅甸曾被划分为南亚的一部分，因其宗教、地理和人种等与南亚地区的联系也很紧密。美国一部学者詹姆斯·斯科特曾写过一部描述包括缅甸在内的高山地带统治状况的名著，称之为《逃避统治的艺术》，认为该地区的族群并没有完全接受2战后盛行的民族国概念，这些地区的国家建设远未完成，而接近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这一阐释对理解当前缅甸局势仍有启发。在冷战时期，该地区的国家分属2个阵营，泰国是美国的盟友，也是20世纪60年代成立东盟这个组织的重要推动者，而越南、老挝等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中国的关系十分紧密。因此这个地区实际上处于冷战的前沿地带，其中对抗尤为激烈的是入海兼备的越南。20世纪50年代，越南抵抗法国，寻求独立建国。60年代与美国有过一场漫长的战争，并最终迫使美国联华抗苏，根本性地改变了地区局势和世界大局。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从越南撤离后，该地区开始步入以发展为重的新阶段。其中与美国交好的泰国遥遥领先于流域内其他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以现价美元计算，1980年泰国的人均 GDP 为700美元，而当时该流域的其他国家大体上在300美元左右。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11年，泰国一直是该区域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直到2011年被中国赶超。当时中泰2国人均 GDP 刚过5000美元。在此之间，中国在中南半岛的影响力还不算很大。由于中南半岛处于亚热带和靠近热带区域，受地形和季风变化影响，流域内发生干旱和洪涝也是常有之事。出于治理河流流域以及充分利用水利资源的目的，该地区相关国家联合区域外国家成立了多种与湄公河相关的委员会。日本、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都发挥了作用。正是在中国崛起十分明显，且与东南亚整体上的合作迈入新阶段后，中国对与中南半岛国家加强合作有了新的思路。对南美流域的相关国家来说，2012年以后的中国不再是80年代甚至90年代那样属于一个比较穷的国家，而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并且拥有与美国相当的大国地位。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愿意为这些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中国领导人在2014年就提出要让邻国更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让他们搭便车。也是在这一年年底，中国提出了构建蓝莓合作机制的构想。2016年3月在海南举行的博鳌论坛期间，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举行，标志着蓝莓合作进程的全面启动。
各国均重视从地区整体角度提升发展水平。中美博弈加剧背景下的蓝莓经贸合作，自蓝莓合作机制成立以来，它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机制当中进展最快的一个次区域合作机制，也得到了参与方的高度赞誉。但该地区的发展不均衡也需引起重视。例如2016到2023年间，以人均 GDP 增幅看，中国和越南是最好的，柬埔寨紧随其后，但老挝和缅甸进展不大，甚至略有倒退。当然，这期间受到疫情的影响，个别国家经济发展失去动能，但对整个地区来讲，更大的挑战在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贸易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贸易占 GDP 衡量的开放依赖度来看，泰国从20世纪70年代的年均 40% 上升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 140%， 是该区域内贸易发展最先成熟的。其他几个中南半岛国家则主要是冷战结束以后才开始迅速进入地区生产网络和国际市场，有的目前仍处于贸易依赖度上升时期。例如越南的这一指标早就超过了泰国，目前接近 200%， 柬埔寨这2年的指标也超过泰国，目前为 160% 多。显然越南和柬埔寨在贸易国际化道路上走得很快很远了，而缅甸和老挝虽较为滞后，但也超过了 70%， 世界平均水平则是不到 60%。过去10年，该地区也被世界银行等机构评估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年均增速超过 7%。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的推进，加上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未来这个区域的合作范围和水平还将进一步上升。届时，四川、重庆和蓝莓国家的经贸合作也将扩大。中国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总人口约为4亿，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区经济总量近17万亿人民币，蓝莓合作其他5国的人口约为 2.5亿，经济总量约 1.1万亿美元。中国相关区域的发展水平要高于中南半岛其他国家，中南半岛与中国内陆纵深区域的合作将使该区域处于沟通中国西南与海上东南亚的合理区域中，一个总人口 6.5亿、经济总量达 3.5万亿美元的跨境经济新区域正呼之欲出。